乌克兰下达对俄总攻令，诸望行动2.0，烧毁俄装备列车。乌军无人机3路齐攻莫斯科，金牛座导弹强袭布良斯克俄基地。乌军 F-16升级首秀，干掉俄军苏35。俄空袭拉胯，乌再发招降书。乌军俘虏黑海舰队舰长。乌军击毁赫尔松俄船只，突袭黑海俄特种部队基地。黑海4大钻井平台，乌军收复其3。乌克兰计划组建私人军队。欧尔班态度转变，开始反俄。精彩资讯马上开始。在布达诺夫和马柳克2位局长共同发布对俄总攻令，要求潜伏在俄境内的所有特工和情报人员放开手脚，全力摧毁俄罗斯的战争资源后，乌军的打击和收获的战果是一天一个样，让火力军都看花了眼。其中的巴武提纳行动，火力军愿称其是乌军所有进攻行动中最有趣和最具创意之作。图片报援引乌总参谋部的报告称，乌克兰南方国防军在乌南战场发动了一场代号为巴武提纳的行动，目标直指俄军的铁路干线。要说这场行动创意在哪里，当然是乌克兰安全局在行动前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俄运输列车上的谷物漏斗车里放置了一个满载无人机的容器。当列车行驶至半路时，这些无人机突然从容器中飞出，先将火车头击毁，使得火车停下来，之后覆盖打击了装载在平板车上的俄武器设备和整片铁路网。据不完全统计，乌军此轮行动共摧毁俄军1辆铁路机车、13辆坦克、7门火炮、103辆装甲车以及10辆油罐车，约17万2000加仑燃料。就火力军而言，这场行动几乎和不久前乌克兰安全局袭击俄空军基地的行动如出一辙，因此更愿意将其称作“蛛网行动2.0”。同时，这也标志着乌克兰运用此类打击手段已经炉火纯青，今后他们还可能对俄军的其他关键设施发起行动。而且，火力军觉得，现在世界上最有趣的工作，恐怕就是在乌克兰安全局内想出各种能给予俄罗斯重创的创意了吧？假如你在这里工作，你会想出什么有趣又能给予俄重创的点子呢？在对俄境内进攻的行动中，乌军无人机分3路袭向莫斯科。继莫斯科东北部距离克宫仅30公里的普西金诺工厂发生火灾后，马萨新闻报道称，乌军于次日晚间再度从莫斯科西、西南、南部等3处发动了无人机的集群攻势，俄防空系统被迫紧急启动，与之彻夜交战。俄方声称，在莫斯科的上空击落了全部来袭的42架无人机，并强调没有造成任何损失。但目击者声称，在莫斯科各处都听到了巨响，且莫斯科2大机场多莫杰多沃机场和弗努科沃机场就因袭击而暂时关闭。这已经是莫斯科1周内遭受的第5次打击，详细战况有待进一步确认。此外，乌军频繁的打击行动也让俄罗斯被迫加大了包括莫斯科在内各大核心城市的防御。如北约情报就显示，在过去1周内，莫斯科就新建立了2个防空阵地，分别位于俄弹道导弹储存仓库和莫斯科郊区附近。看样子是被乌军无人机打怕了。在莫斯科之外的地方，乌军的空袭也在持续，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乌克兰似乎已经能稳定进行针对俄腹地的超远程打击。首先，据阿斯特频道报道，6月9日当天，俄罗斯的文化中心喀山率先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袭击。随后有消息传出，当地一家火药厂爆炸，造成巨大损失，也有说是油漆仓库的。目前具体信息还有待确认。不过从现场曝光的画面看，火势规模相当大。其次，乌方消息显示，乌军向俄罗斯楚瓦什的切伯克萨雷市发射了数架无人机，打击目标直指俄军的进步工厂。据流出的现场画面显示，尽管俄防空系统第一时间进行了拦截，但仍有部分无人机精准命中了该工厂的生产车间，随即引发大规模爆炸和大火。俄方随后也报道了此事，但没有披露具体的损失状况，只是强调火势在可控范围内。当地瓦什贡官员和乌总参谋部则证实，至少有2架乌军无人机命中了2个车间和1座仓库，对切伯克萨雷工厂造成了重创。现已有信息显示，切伯克萨雷工厂一直为俄军生产重型装备的关键部件，如液压系统和导航设备，以及沙赫德无人机的天线等。俄军的无人机、多款自行榴弹炮，甚至是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都因为有它的技术支持，才得以锁定乌军目标。但话说回来，伊斯坎德尔系统最近频频遇袭，可能就是因为在俄轰炸机遭受重创后，俄军开始更多的使用该系统发动袭击，但这也让它和及其背后的工厂成为了乌军打击的新目标。
如不久前在布良斯克，经泽连斯基证实，乌军就击毁了3套伊斯坎德尔导弹发射系统，并造成该旅8名军官身亡，其中包括第26导弹旅的营级指挥官奥列格·波多佐罗夫中校。最后 ，RBC 新闻援引乌总参谋部的报告称，6月9日，乌军特种部队再度复刻蛛网行动，成功对萨瓦斯莱卡军用机场发动了突袭。据初步信息显示，在该机场内至少有2架俄军战机被击中。分别为1架米格31和1架苏30或苏34。之所以打击这里，乌方称这是因为俄军经常利用萨瓦斯莱卡机场发动空袭，特别是部署在该机场的米格31经常携带匕首导弹对乌克兰境内实施打击。但现在，包括这架战机在内的整个俄空军基地都遭到了乌军的针对攻击。俄军在3天不到的时间里就损失掉了3架战机，这就叫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当然，俄腹地在遭受打击的同时，俄边境州遭受的打击只会更大。更何况，乌克兰还刚刚宣布，他们国产的弹道导弹已经成功测试，且进入了量产阶段。据悉，该导弹射程为300公里，射程虽然不是很远，但对付前线和边境地区的俄目标是绰绰有余。这里有一个疑问：乌克兰导弹技术怎么进步这么快？是不是得到了德国方面技术支持？而且据奥斯特频道报道，俄方居然指控乌军在对布良斯克和萨拉托夫的空袭中使用了德国的重磅武器金牛座，这是怎么一回事？在对布良斯克和萨拉托夫的打击中，乌军确实发射了数百架无人机进行打击，但金牛座的指控完全就是俄方的污蔑。据俄方称，其防空部队拦截了174架乌军无人机，同时指控乌军发射了金牛座导弹，警告这将导致战争升级。乌总参谋部随后发布声明，确认对梁赞、布良斯克和萨拉托夫发动了猛烈打击，称袭击导致俄军至少有1架米8被击毁，1架米35受损。而萨拉托夫恩格斯机场，据最新的卫星图像显示，至少有2个大型油罐被毁，燃起了大火，损失超40万立方的油料。但对于俄方的指控，乌方给予了否认。泽连斯基对 ABC 新闻表示，乌克兰只使用了本国武器，并未使用盟军武器库中的装备。火力军本人也对俄军的指控表示怀疑，尽管德国此前放风称乌克兰将在几周内收到首批远程武器，但现在应该还没有。就算到了，乌军也会用在价值更高的目标上，打击这些临近的边境州目标，乌军无人机就已经足够。而且在蛛网行动后，俄军开始将战机集中调往梁赞的加吉列沃机场和萨拉托夫的恩格斯机场等地，用数量庞大的无人机进行突袭打击，明显要比用金牛座打击更具性价比。话音未落，俄州长古谢夫表示，1架乌军无人机损坏了沃洛涅日地区的一条天然气管道，并引发了一场小火灾。他还声称，一夜之间，该地区至少有25架乌军无人机来袭。而俄边境重镇比尔哥罗德也几乎在同一时刻遭遇了2次乌军无人机袭击。首先是瓦鲁伊基一带的俄军通信塔被乌军无人机击中，随即被烧毁，中断了信号。紧接着，在距离边界近18公里的尼科尔斯科耶地区，乌军无人机击中了俄军停车场，导致10辆军用卡车被毁。目前详细损失正在统计当中。最后的库尔斯克，大家也都收到消息了吧？乌军 F-16在接入北约军用 WiFi 信号后，首秀就干掉了俄军的苏35战机。经图片报道和乌方确认，乌军的 F-16战机在与俄军苏35的空战中首次获胜。详细经过，据报道，战斗发生在乌克兰东北部至库尔斯克上空。当时，乌克兰空军派出 F-16，打算对乌境内和库尔斯克地区的俄军阵地实施轰炸。作为回应，俄空天军派出苏35投入战斗，试图进行拦截。然而，俄飞行员并不知道自己遭到了伏击。因为乌方除 F-16外，还有1架瑞典援助的萨博340预警起飞，早在距离边境200至300公里处就发现这架苏35战机，并将坐标传送给了乌军 F-16。最后，这架苏35在距离边境16公里处及库尔斯克克列涅沃镇附近时，被埋伏已久的 F-16用一枚 AM-1220导弹击落，俄军飞行员则弹射逃生。苏35 vs F-16的第一回合以惨败收场，而这也代表着乌克兰和北约的飞机现在将可在统一的数字系统中进行协调，这将使乌克兰空军战机得到大幅提升。火力军相信乌克兰最终会把 F-16变得和海马斯一样，将功能发挥到极致。乌克兰想通过空袭削弱俄军的攻势，但俄军何尝不想通过空袭摧毁乌军的作战信心呢？俄乌双方现在开启的是互攻模式。
据乌克兰空军的声明显示，6月9日，俄军发动了战争3年多来最大规模的空袭行动，共发射了479架无人机和20枚导弹，袭向了乌克兰及其周边地区，企图在夏季攻势和进展甚微的和平谈判之前，继续对基辅施加压力。但乌克兰防空部队此轮表现十分亮眼，他们通过火力压制和电子战干扰，成功拦截了其中460架无人机和19枚导弹，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之所以乌军能打出这样的成绩，除了俄军导弹质量堪忧外，也和近来盟友提供了更多防空系统有关，如德国新援助的防空系统已经成功抵达乌克兰，空防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当然，德国的援助虽及时缓解了乌克兰的压力，但其现在仍然缺乏防空系统，需要盟友更多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乌克兰空军通讯部部长伊纳特表示，俄罗斯此轮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乌克兰的一个作战机场，也想通过源头打击阻止乌军空袭。另外，据路透社披露，俄罗斯计划在未来几天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空袭，以回应乌克兰的蛛网行动。这说明俄军对这几轮的袭击成果可能并不满意，没有达成预期目标。目前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有待进一步确认。但就在俄乌空中力量悄然变化之际，乌克兰再次向俄罗斯发布招降书，其内容大致为：俄罗斯士兵们，你们有选择，你们没有义务为他人的帝国献身，你们的出路是投降并保住性命，这不是叛国，而是一次生存和重新开始的机会。同时宣称，乌克兰将遵守日内瓦公约，只要交出可用的武器装备，最高可获得100万美元，同时也将获得新证件，可以选择留在乌克兰或安全前往其他国家。前线战场，乌军俘虏了黑海舰队舰长，并多线实施了反击。霍尔斯克方向，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乌军突然向雷尔斯克的俄军基地发射至少4枚海马斯导弹，具体战况尚不明朗。但霍尔斯克州代理州长钦施泰因于6月9日声称，乌军袭击了雷尔斯克的一个文化和娱乐中心。值得注意的是，据诺尔报告报道，在前几天战斗中，乌军俘虏了黑海舰队扫雷艇的前指挥官马马耶夫，俘虏地点在乔特基诺镇，该方向是乌军第3次攻入霍尔斯克后的主要目标。可能有朋友疑惑，一个海军军官怎么跑到陆地上作战，而且还被俘了呢？其实，自黑海舰队被打残后，由于地面部队兵力不足，俄黑海舰队和里海分舰队的许多军官和技术人员都被迫编入了地面突击队，其中马马耶夫就被编入了在库尔斯克作战的第56空降团，担任165营排长。另外，乌方还客观地公布了双方在库尔斯克的装备损失，截至5月19日，乌军损失各类装备994辆，俄军损失791辆。显然，在军事对抗中，进攻方的损失远大于防守方，这也是火力军为什么更愿意相信乌方消息的原因之一。苏美方向，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长顾问彼得罗·安德留申科报告说，俄军正在将大量军事装备和弹药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州转移到苏梅州，其中包括至少40辆载有人员和弹药的卡车、10门自行火炮以及数量不明的防空系统。而目前的苏梅战场，俄军加强对亚布鲁尼夫卡村的攻势，但即便如此，乌军第225突击团仍然顽强坚守，在数小时前就成功消灭了一支俄军的机械化突击队，阵地前线堆满了装甲残骸。只是俄军进攻仍然没有停止，乌军面临的压力不小。博罗瓦方向，俄军先出动7辆摩托车进行吸引火力，紧接着出动3辆摩托车和2辆卡车进行快速突袭，尽可能将俄军士兵送抵接触线。但在乌军密集的无人机、火炮打击下，这样的尝试并未取得成功。托列茨克方向，乌军正在托列茨克西部的莫斯科圣马特罗纳矿场顽强阻止俄军，目前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有消息称，乌军还在不断挖掘战壕，建造庞大的战壕网络来阻止俄军推进。据悉，乌军已将克拉马托尔斯克的战壕延伸至斯洛维扬斯克一带，新的伞兵坑系统也延伸至这些城市之外，防御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红军村方向，在昨日战斗中，俄军进攻虽有所加大，且正持续向周围集结，但乌军的斯巴达旅仍然先后打退了俄军4轮突击，并击毁了2辆坦克和1门自行榴弹炮。南部扎布罗热战场，乌军第14旅使用弹簧刀6板击毁了俄军一套山毛榉 M3 防空系统。在火力军印象里，打掉俄军防空系统最多的好像就是乌军的南方部队。之前他们甚至创造了24小时击毁4套俄防空系统的记录。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也持续出击。不久前，乌军一架米格29就瞄准了俄军一处无人机中心，随即投掷了 AASM 炸弹。现场画面显示，俄军阵地上空升起浓烟，而且在战斗中，乌军还打掉了俄军一个弹药库，随即引发了俄控区的2次大规模爆炸，而类似的打击据不完全统计，近1周内已经上演了3次。
梅里托波尔一带当地的 Jimash 工厂被点燃，燃起大火。据悉，该厂专门从事与军事相关的制造业，比如精密钢铸件和高压铝铸造等。之前曾是乌克兰的重要企业，后来被俄军占据，现在则遭遇了大规模的火灾，不排除是乌军发动了攻击。更南的赫尔松战场，乌军第34海军陆战旅击毁了俄军船只。据悉，当时俄军正试图强渡第聂伯河，为此派出登陆艇准备攻入乌军控制的岛屿，但行驶到河中央时遭到了乌军的定点清除。值得注意的是，乌军正在加强南部战线的反击，其对连接赫尔松和克里米亚的中间区一直没有停止行动。克里米亚方向，据诺尔报告报道，继突袭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在内的克里米亚5地后，乌军向俄军在黑海的天然气平台和俄军临时基地进行了无人艇加无人机的联合打击。报道称，战斗于夜间打响。从前方披露的视频看，目前该平台已经损毁严重，在黑海上也能看到明显的黑烟升起，同时伴有剧烈的爆炸声。这也是乌军在3天内对克里米亚海域发起的第2轮攻势。据悉，在黑海上有4座最重要的自升式石油钻井平台，而自俄军被迫退出蛇岛，丧失黑海海域重要控制权后，乌军就相继收复了塔夫利达号、西瓦什号和克里米亚1号3座石油平台，现在仅克里米亚2号还被俄军控制。而自2024年起，乌军不断地加大对克里米亚2号的打击力度，其中在2024年12月的打击导致该平台大火一连燃烧了3个月。在今年6月7日凌晨时，该平台再次遭到乌军海王星巡航导弹与自杀式无人艇攻击，及其造成的大火目前仍在燃烧，驻守平台上的俄军死伤惨重，相信用不了多久，该平台也能被乌军占领。在战场之外，和谈虽然没什么盼头，但6月9日时，俄乌双方进行了伊斯坦布尔协议的战俘交换。从披露的画面可以看到，一名身披乌克兰国旗的士兵在乌克兰境内下了车后，激动地对着电话大喊：“你好，妈妈！你好，妈妈！我到了，我到家了！你好，妈妈！我回家了，我回到了祖国。”类似的场景在停车场上演。交换结束后，预计双方将各有至少1200人跨越边境返回自己的国家。针对绍伊古前往朝鲜寻求援助的行为，泽连斯基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方正在考虑允许建立私人军队。对此，有相关人士解读认为，建立私人军队对乌克兰有3大好处：其一，解决兵源问题，吸引更多具有军事经验或对军事感兴趣的民众，缓解征兵压力，增加军事人员储备；其二，私人军队行动灵活，不受传统军事体制束缚，可在军事行动中承担情报收集、特种作战、敌后渗透等专项任务，为乌克兰提供多样化的军事支持；其三，允许私人建立军队会吸引一些国外势力支持和参与，一些对俄乌战争持特定立场的国家或组织能够通过支持乌克兰私人军队间接参与战斗，或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资金支持、技术培训等，增强乌克兰在战争中的实力。就是不知道战后这些乌军军队会不会成为另类的瓦格纳和车臣。当然，乌克兰现在的目标是打败俄罗斯，其他问题以后再说。而从俄罗斯向朝鲜寻求援助，以及乌克兰在国内开辟私人军事渠道来看，双方都在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俄乌战争的升级已不可避免。80年前，面对最强劲的对手德军，仅3000万人口的乌克兰共投入了800万军队，占比苏军总兵力40%，350万人英勇战死。如今同样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3150万人的乌克兰火力军非常好奇，他是否会再次开启暴兵模式。2024年5月，以色列将多达8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从其军火库中退役。2024年6月，拜登政府试图说服内塔尼亚胡向乌克兰提供这8套爱国者防空系统。时任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色列官员出席3方谈判，以色列和乌克兰之间进行直接会谈。这8套爱国者是 PAC-2 型，与乌克兰使用的 PAC-3 完全兼容，而且以色列拥有充足的拦截导弹。但在此之后，再也没有关于以色列爱国者防空系统转让的消息。直到今年6月9日，以色列驻乌克兰大使证实，这些爱国者防空系统在乌克兰，但没有说明向乌克兰转移了几套 PAC-2 型爱国者和多少枚拦截导弹。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纳特当天也证实称，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今天的作战效率达到100%，拦截了所有4枚瞄准乌克兰罗夫诺地区的匕首导弹。
6月9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接受 LCI 采访时发表了令人惊讶的言论。我们知道，欧尔班一直拒绝援助乌克兰，阻挠欧盟各种政策，批评欧盟扩充军备。现在他忽然转向，在采访中，欧尔班表示：“我认为俄罗斯唯一听懂的只有武力，欧洲必须强大，谈判必须以强势姿态进行。”同时，他还表示：“我们现在很弱，所以我们需要美国人。但从长远来看，欧洲必须变得更强大。我们需要与俄罗斯达成战略协议，但只有强大的欧洲才能实现这一点。”欧尔班之前很硬气，现在却怂了，还对俄罗斯出言不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除了欧盟讨论暂停匈牙利的投票权，德国总理梅尔茨推动欧盟减少对匈牙利的援助，剩下的只有匈牙利民众的态度了。要知道，匈牙利的下一轮选举要来了，欧尔班继续把屁股坐在俄罗斯一头，被欧盟制裁后，匈牙利民众可不答应。欧尔班现在这种180度转变，可以说是为了迎合匈牙利民众而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总之，欧尔班已经跳车了，下一个会是谁？让我们拭目以待。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你有什么有趣又能给予俄罗斯重创的点子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